这是藏在一个山坡边上的一处水池，这边也有一个迷你商业中心，这就是关山会所了。这边应该托儿所的阿姨带着孩子们在那边散步。零距离社区会客厅，这边也会举办一些活动。嗨，大家好。表面上看来现在是出了太阳了，但是其实今天全天都要下雨。刚刚我出来时候装备整齐，原本确实是想去到村外去的，但是天气预报的是有可能马上就要下雨。其实现在天气预报的可能是广州市区内的某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只是番禺这边呢可能会慢一点就跟昨天一样的，昨天下午这边下暴雨。那我的家人在广州市内呢，据说那边出太阳了，但是后来他回来之后呢，这边出太阳了，广州市区那边呢反而是大雨磅礴，所以这个天气说不清但最近总之就是雨季。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放弃到村外去骑行，就在村内转转吧。好在祈福新村那个地方足够大，都不用把整个村都转完，就已经可以达成健身的目的了。所以我们还是在村内走走。现在就从17号大街顺坡而下，一个消防车开过。其实祈福这边呢是有2个消防站的，也可能是因为有2个居委会吧，现在叫什么党群服务中心但我的理解就是以前的居委会。所以呢，因为人足够多，地方足够大，所以他必须安排2个消防队，一个在就是前面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在怡湖湾边上右侧祈福学校，很多小朋友在篮球场上打球。左侧的这个楼盘呢，是祈福新村的一个组团，叫海晴居。右侧这边呢，就是祈福新村学校。其实这边有学校也有幼儿园了，这些呢，应该都是祈福新村自己办的学校。现在呢，我又骑到了祈福新村最西面的一个山坡地。你看这边的地还都是湿的状态。
号骑上了一个大坡，现在已经来到了半山附近了。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工湖，有一个凉亭啊，但是这个凉亭底下已经被那些跳舞的阿姨们给占据了。这是藏在一个山坡边上的一处水池，还是可以让大家到这边放松一下的地方。我们来观赏一下，虽然这个水池里没什么水，边上呢是一些高楼，而我的身后呢就是康怡雅苑的别墅用区了。前面呢是一条山坡道，但是路上的那种地砖呢不适合骑行啊。我还是围绕着这个小湖骑一圈，然后准备顺着一条步道推车上半山社区。这段路呢只有走路的步道，没有办法骑车了。到了这边呢，我就知道又一次重蹈覆辙，好久没来了，我忘了这条小道有多难走。开着车一阵上高爬低的，现在来到了半山社区了。这边也有一个迷你商业中心，这就是半山会所了。所谓半山呢，就是左侧的大夫山的山路边上一块高地上建的一个社区。有目光所及这边其实也是有很多个组团的。我们今天也没什么事干，就到这个组团小区里面转转吧。这里有1号和8号线的巴士站，这是村巴的停靠点我们先去这个迎风阁吧，这是一个社区，这边已经有一些岁月的沉淀了。你看这些人工湖边上的小树都已经长大了。就像在祈福湖边一样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他们还是喜欢在有水的地方，阴凉底下可以休闲活动，特别是长辈们带着孙子孙女们，你看村里有多少孩子，这个社区绝对是对人口有重大的贡献你吃吗？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看来这个雨并没有像我意料的很快就下来了。
但我们就不去别的地方，就在顺便骑一下吧。迎风阁边上呢是又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叫什么？汤尼越秀小学。起伏这个乌村呢越来越大，人口增长的特别快啊，尤其是孩子们。所以除了起伏自己建的学校以外呢，这边还引进了一些类似公办的学校，像这个越秀，还有越明，好像还有一个也是在乌村里面开了好几个小学、中学。我觉得这个乌村呢，就需要这么多的学校。现在是上午，没到放学的时候。到了放学的时候呢，这边乌泱泱的都是接送孩子的家长。这里就是小学的入口，前面我们就不去了。这个村里呢，据说大大小小10几所小学、中学，那幼儿园呢就不计其数了。所以这个乌村里面有很多选择。你可以进到像这种越秀学校啊，那应该完全是按照公立学校的规制来办学的，那应该没什么学费吧。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私营的或者说民营的学校，那像祈福学校呢就是这样的学校。这边是另外一个组团，应该叫三全居吧。这边上应该也有一个学校。你这个太好，也是你啊。果然啊，越正小学就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越秀学校是一回事啊。应该算是公办的连锁。这个组团应该也很大。这边应该托儿所的阿姨带着孩子们在那边散步。刚刚从三全居出来，我们又来到了半山这条路上了。刚刚已经去了2个组团了，一个是迎风阁，一个就是我刚刚出来的三全居吧。但这边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组团。今天我们就没事，在村里的各个组团里面穿插一下。这边什么时候搞了一个社区边缘餐厅呢？这应该是齐云居了吧？这边呢已经在大夫山的山路，所以坡度很多，上下坡，经常的事啊。
这个山脚下全都变成了停车场了。就在一座山的边上嘛，完全是一片绿色丛生，满足一部分人心理上的需要，完全是在森林之中的感觉。好，奇云居这边呢，其实就是大夫山的上山的一个路口了。这里呢，就是去大夫山的山道的路口。以前走过很多次阶梯，这里辟成了一个口袋公园，搞了一些锻炼的器械，也种了一些花草，搞了一片绿化，大家可以在这样活动。所以几乎村内的公园还是挺多的。右侧是小公园，左侧呢是另外一个组团，我们就不一一进去了。刚刚还说起过消防站啊，你看啊，这边就有一个消防站，在我的右侧。前面呢就是祈福村内的第二个党群服务中心嘛。据说这个3楼还是2楼有一个村内的图书馆，但我从来没来过，也没进去过。所以这边也叫什么呢？社区的会客厅，零距离社区会客厅。这边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果然有图书馆在这里。哇，这是叫什么表演节目吗？今天一路过来，经过好多个社区，经过很多个起伏的花园、人工湖边，就听到很多老年人讲话，他们都带着北方的口音。很多人都是离乡背井，为了子女，为了照顾他们的子女的下一代，到这边来生活的。当然也有一些呢，是主动来到比较温暖的南方过退休的生活。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屋村呢里边从全国各地来的人啊越来越多，他们离开家乡啊，他们也渴望在这里找到他们的文化认同。那可能最多的呢，就是他们年轻时候生活的某种记忆，比方说唱一些以前他们唱过的歌。所以呢，他们在这边啊，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有些是同乡啊，有些都是从同一个北方区来的人。更重要的呢，他们跟这些人之间产生了类似于他们在北方这种活动啊，这种文艺活动啊等等。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啊，去到世界各地都会找到自己的同胞，然后呢，很快就会形成一个自己的社区，以自己的文化作为纽带啊，
紧密联系的，互通有无，大家守望相助。对于一个本地人来讲，就这种文化可能还是跟他们传承的南方的文化有一些的不同，并且呢，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也给当地人一些压力。这个就有点像中国人在海外也会招致当地人的一些不满吧。觉得应该是同样的道理但实际上呢，很多是一些误会，也需要包容，更需要相互理解因为毕竟他们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上的抱团取暖那他们就会感到寂寞，就会不开心，大概这样的。好，现在呢，我又来到了怡湖湾后面的这条小街道。看来今天对于天气预报的把握果然是有点失策了原本我是打算去大富山里面转一转的，看看那些莲花开到什么程度了。结果呢，还是在村里面实行一道去。又经过了右侧这个咖啡店咖啡店起的什么名字呢？仿佛名字还是意大利名字每天这个地方都很热闹，有些网红到这边来打卡。刚刚呢，还在祈福新村西边的大富山的山路，但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它的最东南角。同样的，这边也有一片山路。右侧也是一家祈福怡湖湾友导园。你看这边的山还是有一定的小高度。现在骑出来正对的就是祈福湖了。现在我沿着环湖路稍微的骑段，今天我就不到祈福湖边上去了，在这边通过一下。照样的很多人在唱歌。现在呢，我已经围着祈福湖又转一圈了。我看也骑行了差不多40来分钟了。
这就是每天的功课，适当的锻炼一下。天气好合适的话呢，就去到窗外了，去一些赏心悦目的地方。当然，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者不愿意出门的时候呢，就在村里骑行一下。今天呢，也去了半山几个组团吧，有好久没有到半山那边去骑行了，因为老实讲骑不上去，就必须要推车而上。但是今天还是去转了一圈。半山那边的组团呢，跟祈福村内稍稍有点距离。在大富山的山脚下，环境还是不错的，特别喜欢那种山色、喜欢绿色的人呢，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居处。然后经过一片平地，就去到了怡湖湾，然后也去到了祈福最东头的，也是一座矮山的山脚下。这就基本上横贯了祈福新村由东到西的地方了。但是祈福新村组团实在太多了，你靠一次肯定是逛不完的，所以我们也就随意的在几个组团里面稍微穿行一下而已。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打道回府吧。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虽然今天完全是搞错了，天气并非像预报的那样一直下雨，起码到目前为止呢，都还出了太阳了。但我相信在广州市区的某一个地区现在可能正下着雨，也许到了下午呢，这边也是会下雨的。所以我们早早完成健身的任务，完成当天的作业，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做些家里的事情了。好了，今天呢就是这么转转在村里随意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一路的跟随。我们快乐出行，再见，拜拜。